姐姐，选一样吧。苏雪儿，你怎敢？你怎敢？我可是定远侯府的侯夫人，你的长姐，你怎敢如此待我？侯夫人，姐姐，你扪心自问，这3年来，整个长平侯府有人把你当做侯夫人吗？你整日在病中，怕是还不知道吧？昨日侯爷已经下令将你休弃，今日之后，只有我才会被称为侯夫人。不可能，裴诗远不敢这么对我。就算你们不顾忌我的侯夫人身份，可我还是永昌伯府的嫡长女。哦，差点忘了，姐姐连这件事也不知道。父亲早就在3日前宣布和你断绝了所有关系，你已经不是永昌伯府的嫡长女了。和我断绝关系？父亲怎么会狠心和我断绝关系？怎么不会？宋婉宁，你身为人妻却不守妇道，得了花柳病这样的脏病，你觉得永昌伯府还会要你这样败坏门风的嫡长女吗？他们可是生怕受你连累呢。我没有不守妇道，诗远，你相信我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除了你，我从未接触过其他外男。意思是本侯将这种脏病传染给你的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诗远，你总该明白我对你的心意，我只心悦你。宋婉宁，你以为像你这样不知廉耻的女人也配心悦本侯？要不是你不择手段，非要下进侯府，我会娶你。裴诗远，我与裴家的婚约是两家祖父10年前就定下的。那又如何？我就是看不上你。也不用让他选了，全部都给他用上吧。婉儿，我们走，别让他的血脏了我们的眼。是侯爷。心辗转顷刻间，爱蹉跎不得，旧梦萦绕怎奈数？难道你就没有一丁点的夫妻情了？从未。宋婉宁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侯爷这样的人最讨厌的就是受人摆布，偏偏你非要拿着婚约的事强逼着他娶你，他怎么可能会不厌恶你？看你要死了，不妨再告诉你一件事，难道你就从未怀疑过，为什么侯爷每次到你房中过夜，都要你蒙上眼睛，不许你出声？自然是为了让你看不清面目，好让你和别的男人颠鸾倒凤，换上花里胡哨。姐姐不知道吧？这些年来，侯爷从未与你有过肌肤之亲，与你洞房的一直另有其人。无耻！你们无耻！还不送姐姐上路！是。是我识人不清，若有来世，我一定。裴宪，定远侯，裴诗远名义上的父亲，他不是在我和裴诗远成亲后没多久就死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他不是在我和裴诗远成亲后没多久就死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祭拜天地！姑娘，姑娘，快拜堂啊！这里是我和裴诗远3年前成亲的地方，东岳也还活着，没被宋雪儿害死。东岳，现在是何年何月何日？姑娘，您莫不是因为和裴世子成亲高兴傻了吧？现在是荣庆24年10月17日，我回来了，我居然重生到了3年前，我居然老天有眼让我重活一世，那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让自己受任何人摆布。这个亲我不结了。这说不结就不结了。凤姑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是要当场悔婚吗？就是，你们永昌伯府还有没有教养？姑娘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教养？我倒想问问，大婚之日让我与一只公鸡拜堂成亲，这也是定远侯府的教养。那是因为世子尚在病中才……尚在病中，他难道不是与人私奔逃婚了吗？之日和人私奔？他是如何知道世子与人逃婚的？你胡说什么？世子就是尚在病中，所以才不得不用了此法。那你敢不敢把他叫出来与我对质？我上一世是有多蠢？裴诗远在大婚之日与宋雪儿逃婚，如此羞辱于我却还甘愿入府，
甚至还让他以平妻之礼将宋雪儿接回。世子他……我猜你是想说世子病重，不得起身，对吧？对，就是这样的。那府里总该有木板之物吧？既然他不得起身，那抬总能抬过来吧？宋婉宁，你放肆！这里可是定远侯府，定远侯府便能弄虚假害人姻缘了吗？当着众多宾客的面，王夫人还是好好说说世子究竟在不在府中吧。大嫂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石院他此时在何处？他，老大家的，说实话。母亲，侯爷是犬子一时糊涂，被人哄骗才会逃婚。我已经让人去寻了。荒唐！还不快点把人找回来，拜堂成亲！是，还不快去！宋姑娘，你放心，你才是我们裴家明媒正娶的世子夫人。对，旁的女人都做不得数。你若是高兴，就把她纳进来做个妾，当个玩意儿便是。然后在你的助纣为虐之下，好搓磨我。这个宋婉宁不过就是占了世子正妻的名字，在我心里，只有雪儿你才是我心目中的好儿媳。还是算了吧，裴世子既然与人私奔，在大喜之日弃我于不顾，那我还担着这有名无分的世子夫人呢。那你想怎么做？我要换个夫君。这成何体统？是你们裴家对不住我在先，既然八抬大轿把我迎进门，断没有让我走回去的道理。既如此，那就换一个人与我拜堂成亲。这怎么能行？为何不行？我与裴家的亲事是长辈定下的，可没说一定是与裴世子。的确是我们对不住宋姑娘在先，那就依宋姑娘的。裴家没娶妻、没定亲的儿郎都站出来任宋姑娘挑选。不必了，我心中已有人选。哦，那宋姑娘你想选谁？我选他。既然裴时远不想让我做他的新娘，那我就做他的娘。我选他。这宋婉宁是疯了不成？会选他呢？宋姑娘，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我自然知道，侯爷，你可是未娶妻、未定亲。是。那便符合老夫人所说的人选。那你可知我已而立之年，且身患隐疾，无法拥有子嗣。我自然也知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侯爷才会过继了大房的裴时远作为他的继承人。永昌伯府是回不去了，嫁给他是我此时最好的选择。而且按照上一世的发展，他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。侯爷，俗话说父债子偿，反过来子债父偿也是一样的道理。你教子无方，裴时远大婚当日逃婚，让我沦为笑柄。你作为父亲，自然有责任偿还这笔债。姑娘说的好像是有些道理。今日之事，的确是我教子无方。本侯在此先给宋姑娘赔个不是，但关于择夫一事，我裴家还有诸多尚未婚配的子侄。宋姑娘，你可在他们之间任意挑选。可我就偏偏只看得上侯爷你，我觉得侯爷不仅才华横溢，还品行极佳，日后定然是个非常有担当的好夫君。老夫人，您方才说裴家未成婚且没有婚约的儿郎都可任我挑选，如今我选中定远侯，不知道您这话可还作数？阿宪当年为救皇帝落下隐疾，没有娶妻，一直是我的心病。现下倒是有个能让他以后不至于孤独终老的现成媳妇儿。反正裴家都已经闹出这种笑话，还怕笑话更离谱些吗？自然作数。母亲，阿宪，我们裴家素来讲信用，不是那等言而无信之人。宋姑娘，你可想清楚了？是，我想嫁与你，做你的妻子。如此。那便别误了吉时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。
夫人，您受苦了。没想到裴世子竟然这么不负责任，在大婚之日逃婚。早知如此，当初就直接退婚便是。何苦连累您要嫁给那年岁大了您许多的定远侯？年纪大有什么不好？不是有句话说，年纪大的丈夫会更疼人吗？再说嫁给裴时远也不一定就会过得好。侯爷最起码品行高洁，为人正派，定不会亏待了我。前世定远侯在我和裴时远成亲后不久，就突然重病身亡。虽相处不多，但到底是裴家除了老夫待我最和善的人。也是，就是可怜了姑娘对裴世子的一片初心。东岳，其实我……侯爷，侯爷居然剃了胡子。东岳，那奴婢就先退下来了。这个东岳，不过没想到剃了胡子的侯爷居然看着这般年轻。侯爷可要沐浴？我让丫鬟去烧水。不用麻烦了，我来只是与你说一声，我去书房睡。对，若是让侯府的人知道新婚之夜我独守空房，此后我定然是不好在这府中立足，更别说其他了。侯爷，侯爷，裴家的不负责任，原来是一脉相承的。你这是何意？你儿子在大婚之日与人私奔，而你又在洞房花烛夜让新娘子独守空房，这难道不是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一脉相承的不负责任吗？夫人不是清楚我为何至今不娶亲吗？侯爷只是有隐疾，又不是得了什么不能与女子同眠的怪病。我既然知道情况，还坚定不移地选择嫁给侯爷，自然不会在意这些。夫人莫不就是看中了我身有隐疾，才想着驾驭我的吧？这人私下怎能如此浪荡？既然夫人不介意，那便就寝吧。罢了，果然还是个小姑娘。母亲请喝茶。好，好孩子，快起来。这镯子可是侯府主母的象征，母亲居然给了她一个黄毛丫头。上一世裴老夫人未曾将这只镯子给任何人，没想到这一世竟轻易给了我。母亲，这只镯子太过于贵重，我不能收。是啊，母亲，我看弟妹年纪还小，怕当不得此重任。有我在，有何当不得？可母亲说的对，长者赐不可辞。母亲给你的，你收下便是。那儿媳谢过母亲。瞧瞧这阿宪啊，刚成亲就有做丈夫的样了，还把胡子给剃了，怎么害怕别人说你比你媳妇老啊？娘，再风光又能怎么样？还不是个活守寡的，哪有嫁给我儿好？大嫂请喝茶。弟妹，你昨夜过得可还习惯？都怪石远那孩子任性妄为，才会让你……瞧我，差点说错话了。总之，我替石远向你赔个不是。多谢大嫂关心，我昨晚一切都好。不过石远那孩子的确不懂事，但这也不能完全怪他。他自过继以来便没有主母教导，如今我嫁来了，他就有母亲了。我日后定然会对他严加管教。这个宋婉莹不过刚当上侯夫人，就开始托大当我儿的母亲了。明明他昨天还只是我的小辈。老夫人，侯爷，世子找着了。什么？世子在哪儿？世子在哪儿？被咱们的人困在了城外的别院中。侯爷，那咱们快派人把世子带回来吧。对，阿宪，你快点带着人把那个逆子找回来。侯爷，刑部侍郎张大人求见。夫君，母亲，让我去吧。你怎么能去？我既然成了石远的母亲，自然也应该担起管教他的责任，为何不能去？我看还是我去吧，毕竟我才是石远的生母。大嫂，您之前的确是石远的生母，但石远毕竟已经过继过来，从今日起，我便是他的母亲。好了，婉宁说的对，老大家的，婉宁现在才是石远的母亲，以后你不要插手了。夫君，就依母亲所言吧。谢夫君。石远哥哥，
我好害怕。雪儿别怕，我定然会护着你。世子，侯府来人了。来的人是侯爷还是母亲？都不是。裴世子，别来无恙啊。裴时远，宋雪儿，没想到吧？我宋婉宁重生回来了。裴世子，别来无恙啊。宋婉宁，怎么会是你？为何不能是我？难道你昨日还是嫁进了侯府？是又如何？这个宋婉宁还真是不知廉耻，没想到我都已经逃婚，她还是死皮赖脸嫁进了侯府。她今日来肯定是想求我回去的。宋婉宁，就算你强行嫁进来又如何？我的心里只有雪儿。是啊，姐姐，我知道你对世子痴心一片，可世子的心里只有我，我们才是真心相爱的。姐姐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雪儿不必和这种人多说，我们走。拦住他们！宋婉宁，你敢拦我？我奉侯爷的命令办事，有何不敢办？你就不怕我因此心生厌恶吗？你心生厌恶与我何干？宋婉宁，别以为你换了一种态度对本世子，本世子就会对你另眼相看。我知道你心悦本世子，可我这辈子非雪儿不可。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心机了。裴世子，你怕是误会了吧？你这辈子非谁不可，又与我何干？别装了，宋婉，你今日来不就是想求我回去的吗？这样吧，你若是非想要让我和你回去也可以，不过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哦，我要你现在准备好马车，恭恭敬敬引我和雪儿回府，并接受雪儿做我的平妻。那我要是不答应呢？那你就别想让我再多看你一眼。上一世，我为了不被裴时远厌弃，居然还真的答应了宋雪儿入府做平妻。我到底是有多蠢？裴世子，我倒是想恭恭敬敬迎你们回去，可就怕你们受不起啊。宋婉宁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世子爷，看来姐姐是不愿意接受雪儿入府呢。宋二小姐还是称呼我为夫人吧。你的这声姐姐我当不起，我可没有像你这样与人私奔、恬不知耻的妹妹。雪儿，你怎么了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突然心口好痛。雪儿别怕，我这就为你请大夫。时远哥哥，我想你在这里陪我，不如让姐姐去请吧。宋婉宁，就算你嫁给世子当了世子妃又怎么样？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争得过我。裴世子这般看着我，什么意思？宋婉宁，你没听见吗？雪儿心口疼。她心口疼就去看大夫，我又不是大夫。雪儿可是你的妹妹，你这样拈酸吃醋只会让我更厌恶你。你说我是在拈酸吃醋？难道不是吗？你不就是嫉妒雪儿能陪在我身边，受我宠爱吗？你现在立刻去请大夫，否则你别想让我再正眼瞧你。那我要是也不答应呢？你个杜甫，居然一而再再而三的违抗我的命令！要是雪儿有任何闪失，我定然会立即休了你。既然世子想休我，那便休吧。我也想看看你现在有什么资格能休了我。你还想拿你们永昌伯府来威胁我不成？世子爷，看来姐姐是铁了心的不想和你分开，不愿意让雪儿入府，共同侍候世子。宋婉宁，我本只是想让你恭恭敬敬引我和雪儿回府，我便留你1-2分体面，让你继续当世子妃。谁知你居然这么不知好歹，那你这世子妃就别想再当了，就留着做妾，伺候我和雪儿吧。我们走。是世子。没有姑娘，不，没有夫人的吩咐，你们今天谁也别想走。放肆！我可是世子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只听我们夫人的。你居然还敢让人拦我！赶紧让他们给我滚开，否则别让我再原谅你。是啊，姐姐，你若想要得到世子的青睐，就该好好听世子的话才对。宋雪儿，我说了，你这声姐姐我当不起。还有，你若真的要嫁给裴时远，此时何该称我一声母亲？我嫁给时远哥哥，若非要称你母亲。二小姐怕是还不知道吧？昨日在裴世子逃婚后，我们家夫人已当场改嫁侯爷，现如今是定远侯府的侯夫人。你若是嫁给裴世子的话，难道不该尊称我家夫人一声母亲吗？什么？天底下怎么可能会有这么荒唐的事情？怎么不可能？我是与你们裴家是有婚约，可当初未曾指明是与你们裴家哪位公子有婚约。你既已逃婚，我便改嫁给旁人，又有何不可？
世子若是不信，大可问这些侯府的下人。世子，宋姑娘昨日确实改嫁给了侯爷。儿啊，还不赶紧过来拜见母亲！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世子不信我说的话，也不相信这只镯子吗？这是侯府的传家玉镯，祖母怎么可能会把这只玉镯给你？自然是因为我嫁给了定远侯，是定远侯府名正言顺的当家主母。不可能，你不可能做侯夫人的！你都能越过长姐和自己的姐夫私奔，我为什么不能做侯夫人？可你明明之前那么想要嫁给世子爷，又怎么会突然嫁给他人？雪儿说的对，我听永昌伯府的下人说，你为了这次和我的亲事熬了整整3个月，就为了给我缝制喜服。你痴迷我至死，怎么可能改嫁他人？就算你改嫁给了父亲，那也是为了留在侯府接近我。对，定是如此。我明白了，宋婉，你还是在介意我和雪儿私奔之事，对吧？或许你说的改嫁是真的，但你根本不是真心想嫁给我父亲，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引起我的注意，好私下勾引我。果然姐姐才是最痴心世子的人，连雪儿都不及呢。你既然对我痴迷到如此地步，可那又如何？像你这样恬不知耻的女人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看得上。裴时远，我知道你厚颜无耻，却没想到你能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。行了，你别装了，宋婉宁，你不就是想像雪儿一样获得我的宠爱吗？这样吧，你现在跪下来给我和雪儿磕3个响头，我就屈尊降贵，让你来我房里伺候我，如何？放肆！你作为晚辈，居然如此不敬自己的母亲，侯府是未曾教过你何为孝道吗？就是裴世子，你也太不孝了。林峰，我听闻裴家颇为重视孝道，不孝子可是要挨家法伺候的，是也不是？是。宋婉宁，你少拿家法吓唬我！哦，裴世子觉得我是在吓唬你。东岳，奴婢在。为世子准备长凳，家法伺候。是。来人，世子违反侯府家规，拖到院中杖刑20。世子得罪了。世子，时远哥哥，你们干什么？敢动我！你们2个疯了吧？我可是侯府世子！宋婉宁，时远哥哥可是侯府世子，你怎敢如此对他？宋二小姐不是心口疼，怎么现在不疼了？你一定会为现在做的事情后悔的。我打我儿，为何会后悔？这是我侯府的家事，就不劳宋二小姐操心了。你还是多想想昨日之事该如何向永昌伯交代吧。雪儿，你不必同他多言，打在我身，痛在他心。我就不信他真的舍得打我。是吗？那世子就好好看看，看看我到底舍不舍得。来人，给我打！宋婉宁，你敢！若真的打了我，我这辈子我下辈子都不可能再原谅你。等等，我就知道你果然还是舍不得打我，还不赶紧放开我！你现在给我磕头还来得及。裴县身有隐疾，所以定是无法满足你。你可得珍惜好这次机会，错过这次，你可就没机会与我亲近了。难道姑娘对裴世子还会死心？裴世子，你未免想的也太多了。我只是觉得这根棍子太细了，换根粗的来。是，夫人。啊，宋婉宁，我可是侯府世子，你岂敢？打吧，世子！时远哥哥，住手！我看谁敢打我儿，还不放开！不许放！母亲，快救我！我儿别怕，娘来了。大嫂，我记得今日才和你说过，既然裴时远已经过继过来，那就只有我才是他的母亲。况且母亲交代过，不许你插手此事。大嫂是想违抗母亲和侯爷的命令吗？啊！我呸！不过就是一只麻雀沾了我儿的光，飞上枝头有了些身份地位，也敢在我面前拿条。大嫂慎言，无论我以前如何，可我现在是定远侯府的侯夫人，大嫂还是对我放尊重些。要不是我儿昨日逃婚，你何德何能嫁给侯爷做侯夫人？宋婉宁，你忘了你以前为了嫁给我儿是如何讨好我的了吗？我以前的确是猪油蒙了心，才会看上裴时远。可现在我既已嫁给了侯爷，心中也自然只有侯爷一人。你少在这儿装蒜，
京城谁不知道你宋大小姐有多痴恋？现在我的屋里都放着你为了讨好我，给我绣的香囊、写的书信。你说你那些东西要是被侯爷看到了，侯爷会如何想你？天底下应该没有哪个男子会容许自己的妻子如此痴缠过别的男人吧？况且还是他的儿子。宋婉宁，你别以为你嫁给了侯爷就可以高枕无忧。若是侯爷厌弃了你，我看谁还能为你撑腰。说的没错，若是裴仙因此见我，侯夫人的身份也不过是一个空壳。哼，还有你们，不过就是过了一日而已，就分不清谁才是侯府的主子了吗？居然敢打世子！就是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姐姐，还不赶紧给伯母和世子道歉？难道重活一世，我还是无法复仇吗？我不甘心，即便是无人撑腰，我也绝不会让他们再欺辱我。早知今日，何必？宋婉宁，你疯了不成？想让我道歉？休想！反了，反了！一个小小的永昌伯嫡女，居然敢动手打我！来人，把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死丫头给我抓起来！不许你动我们姑娘，连这个一块给我绑了！你凭什么绑我们？那一个小小的永昌伯嫡女，又凭什么打我们？就凭她是我认定的妻。现在她可凭得起了？没看见侯爷来了吗？还不赶紧退下！侯爷，昨日不是还一口一个夫君吗？今日不过才过了几个时辰，夫人就改口叫侯爷了。侯爷，您来的正好，您可一定要为我们姑娘，为我们夫人做主啊！您不知道她受了多大的委屈。你睁大眼睛好好看清楚，是她打了我们，怎么就是她受了委屈？要不是你们咄咄逼人，逼迫我们夫人怎么会动手打人？明明是宋婉你这个贱人，她放肆！她既已经嫁给我，便是你名义上的母亲，无论如何你都不应该对她如此不敬。元宝，在，世子不敬长辈，着家法伺候20丈。父亲，侯爷，凭什么光打世子？他宋婉宁还打了我呢！要按这么说，他也是不敬长辈，也得打板子。侯爷，我们小姐身子弱，可经不住打板子。如果一定要打，东岳愿意代劳。东岳，夫人打了大嫂一事，也的确为真，那就罚夫人抄裴家家规50遍。那就罚夫人抄裴家家规50遍，夫人可有异议？父亲，这不公平！是啊，二弟，你这是故意偏袒。偏袒？昨日他背信弃义，与人私奔，视为不仁不义；今日你罔顾家规，不敬长辈，视为不忠不孝，以其家族颜面于不顾，竟如此不仁不义、不忠不孝，只是我姐问你，这20斋叫偏袒了吗？大嫂多求情一句，便加10杖。元宝，动手。是。父亲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世子，差点忘了宋二小姐。来人，将宋二小姐绑了，送回永昌伯府。就说本侯日后有空，一定亲自拜访岳父，与他细说这件事。夫人，我们走吧。不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我已经和石远哥哥有了肌肤之亲，我是要嫁给石远哥哥做世子妃的，我不能就这么回去。宋二小姐可曾听过一句话：奔则为妾，逃为奴？你这样的行径，怕是不能够做定远侯府世子的正妻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想让我做妾？我也是永昌伯府的嫡女，我凭什么做妾？若不是因为我母亲去世，父亲做主将林姨娘扶正，你如何能成为永昌伯府的嫡女？既然当自己是嫡女，又为何能做出与人私奔这般有违嫡女身份的事？宋二小姐，还是好好回府反省。苏许，前世你费尽心思想要做世子，今日我便彻底斩断你的这条路。把他的嘴堵了。夫君，我们走吧。真是便宜你！多谢夫君。
夫人不必如此，你既嫁给了我，我自然要护着你。前世我的身边皆是忘恩负义之人，未曾想过这一世竟然会有人说要护着我。夫人不信，婉宁自然是信侯爷，只是什么？夫人但说便是。只是侯爷果真不介意我的那些过往吗？我与裴世子之间的事，还有昨日改嫁的事。宋婉宁，你今夕是何年岁？啊？几？我又是何年岁？30岁。我与你的父母亲也差不了多少，你不过是在情窦初开的年纪喜欢上了一个不那么合适的人，我怎么会在意？我若介意你这些，那你是否介意我年岁太大？当然不会，侯爷虽然已至而立之年，但依旧不减风采，看着和裴世子差不了多少。那便是了，你既不介意我的年纪，我又何必在意你那些的过往？那改嫁之事，侯爷是否会觉得我是一个极有心机之人？你不过一个弱女子罢了，昨日发生那种事情，你还有的选吗？况且逃婚之事本来就不是你的错，若是石远不想成婚，他大可提前和两家知会，可他偏偏选择在大婚之日私奔。他这样做，从未想过这样做会将你置于何处。是啊，我前世怎么会那么蠢，就那样相信了裴时日？原来这世上还有人会设身处地的为我着想。婉宁多谢侯爷。是夫君。哎呦，好疼啊！你们怎么回事？就不能轻一点吗？夫人，我们已经很轻了。太疼了，不要你们上药了！都给我滚！都给我滚下去！诗远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母亲，我不甘心，宋婉宁那个贱人居然害得我被打板子，我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！林峰，属下在，去我的书房，将宋婉宁之前写给我的那些书信找出来。是。诗远，你要那些书信做什么？宋婉宁那个贱人不是说她嫁给了裴宪，心中便只有裴宪了？我倒要看看，她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。其实夫人不必每日来送我，在榻上歇着便是。以前祖父上朝时，我祖母就会这样每日去送他。我总归是睡不着的，送一送侯爷也无妨。况且他也活不了多久了，在他还活着时，我尽力对他再好一些吧。晨露霜重，夫人小心着凉。不用，侯爷我很快就回去了，还是侯爷自己披着为好。给你记好了，披上便是。还有，我让母亲免了你的晨昏定息，你只需初一15去便可。再有，若是府中遇到任何事，皆可以差个小厮来寻我。多谢侯爷。东岳，带夫人回去歇息吧。是侯爷。侯爷，你笑什么？我在想，我知道母亲为何非要让我成婚了。为何？等你有了心仪的人，成婚之后便知道了。总不能就为了上朝的时候有人送吧？哎，侯爷，等等属下！夫人，侯爷可真是个好人。是啊，他可真是个好人。可惜好人不长命，等裴宪死后，我一定会为他每年祭拜，多烧一些纸钱。会不会走路啊？怎的一点规矩都不懂，还撞了人就跑？不行，我现在就去把他抓回来。东岳，夫人，这是什么？是我之前曾写给裴时远的书信，算是情书。好像还有一张。宋婉宁，你若是不想让全侯府的人都看见你写给我的书信，就在遗嘱箱内独自一人到房里来拿。
卑鄙！裴世子这想让您去或不去，都坏了名声。你说的没错，倘若我不去，他就会将这些书信散布辽至整个侯府，让我颜面尽失。但若我去了，被人撞见，便会说我不守妇道，与他纠缠不清。无论怎么选，都会让我在侯府无法立足。那不如我们去找侯爷吧。侯爷不是说让您遇见棘手的事情就找他？不行，侯爷才刚走，说不定此时还在路上，不能耽误了他的公务。这样，东岳，你拿着这封信去找老夫人，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老夫人。我去找裴世远。可是夫人，我不放心您一个人去，万一裴世子要伤害您。不怕，要是老夫人信了你的话，她就一定会带人过来。要是老夫人不相信，我也会想办法让自己安全。那夫人，您一定要等着我。等一下，记住一定要悄悄的去，不要让任何人发现。好。看来我儿的伤好得很快啊。我今天不是与你争这些义气的，你来是想要这些书信吧？裴世子心知肚明，又何必在这里惺惺作态？你想要这些书信可以，那你过来拿。哎，我就不给你。裴世远，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你想要这些书信可以，不过你得伺候好我才行。裴世远，你想做什么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要你现在立刻马上好好的伺候我。裴世远，你这副样子怕是有心也无力吧？谁说我没有力？我要你现在跪下给我爬过来，用你那张嘴来伺候本世子。要是伺候的好了，说不定本世子大发善心，就把这些信给你了。裴世远，我还真是小看了你。我以为前2日你的无耻就已经是你的极限了，没想到原来才是个开始。怎么？看来我儿前几日被打的板子还不够记忆犹新，是想再挨一次家法吗？你，哼，宋婉，你休想拿这些话激怒我。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些信的事，你也不想这些信被侯府的其他人看见吧？这些信里可是写了许多你对我的爱慕之词，我可是记得一清二楚的。要是传出去了，你这侯夫人恐怕也就做到头了吧？你难道就不怕我告诉侯爷吗？侯爷说过，他不介意我与你之间的过往。你少拿裴宪来吓唬我！就算他之前说不介意，可要是闹得人尽皆知呢？到时候侯府上上下下人人都知道定远侯有一个不知廉耻的夫人，他还会不介意吗？宋婉宁，我劝你还是识趣一些，过来好好伺候我。伺候好了，这件事自然就不会发生。怎么，宋大小姐该不会没学过怎么伺候男人吧？哦，我忘了，你确实不会伺候男人，毕竟裴宪好像不能人道。宋婉宁，你夜里肯定是很寂寞难耐吧？说不定你早就盼着来找我的这一天呢。你难道从未怀疑过，为什么侯爷每次去你房中过夜，都要你蒙上眼睛，不许出声呢？自然是为了让你看不清面目，好让你和别的男人颠鸾倒凤，患上花柳病。宋婉宁，别不识好歹，我这是给你机会，免得你日后忍不住了找野男人。本世子可以比那些野男人金贵，还不赶紧跪下过来伺候我？好啊，我这就过来好好伺候伺候裴世子。你这个心狠手辣的毒妇！宋婉宁，你
你居然敢勾引世子！你，石远，你怎么会躺在地上？宋婉宁，你对世子做了什么？大伯母，他勾引我，还咬伤了我传宗接代的宝贝。侯夫人怎么这样，这么不知廉耻，居然背着侯爷做这种事啊！还咬伤世子那处。母亲，快让人把他抓起来，也让他尝尝家法的滋味。来人，将这个妄图勾引世子、不知羞耻的女人抓起来，杖刑20，不，杖刑40。慢着！小姐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你来得很及时。祖母，祖母，您来的正好。您快看看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，差点要让咱们裴家真的断子绝孙。快把这个女人赶出侯府，她不配做我父亲的妻子。是啊，母亲，这样品行卑劣的女人根本配不上二弟。石远，我问你，这封信是不是你写的？这个卑鄙的宋婉宁，居然将我写给她的威胁信交给了祖母。祖母，这信确实是我写的，但我也只是想把信还给宋婉宁，好让她认清现实，与我斩断过往。世子，照你这么说，你的那句若不来拿，就让全侯府的人都知道，这威胁话也是为了让我认清现实了。我要不那么说，你会来拿信吗？母亲，您也知晓这个宋婉宁过去对世子多有痴缠，世子若不将事情说得严重些，说不定还想再缠着我们世子呢。是啊，祖母，您看，就算我将这信写得如此严重了，这个女人还是趁着我有伤在身，逼迫要与我做那样的事，还咬伤了我那处。母亲，婉宁从未做过这样有伤风俗的事，是世子威胁我在先，又说了一些不堪入目的话来激怒我，我情急之下才拿盒子不小心砸伤了世子。你这是哄骗祖母？难道我会用裴家的以后的香火传承这种大事来污蔑你吗？那就请大夫来看看，是不是如同世子所说的。侯爷，您怎么回来了？是老夫人说侯爷应当知晓此事，所以派人将侯爷请了回来。又是裴仙，这个裴仙又来坏我好事。父亲，您怎么总相信一个外人，不相信您自己的儿子呢？是啊，二弟，就算石远没有过境过来，那他也是你的亲侄子啊！你怎么总是偏帮一个外人呢？若石远说的是真的，定然会为他主持公道。可他说的这般荒唐，我怎能信他？还是用事实说话吧。母亲，石远是您亲孙子，你总不能就为了一个外人这般伤世子的心吧？阿宪说的不无道理，况且婉宁是阿宪的妻子，也不算是外人，还是听阿宪的，找大夫来看一看吧。元宝，带世子下去验伤。是。世子请吧。来人，带世子去验伤。是。回禀侯爷，世子那处并未有咬痕，且世子应该无碍，不会影响子嗣。大嫂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那他也是勾引了世子的。为人母亲竟然擅自来到儿子的住处，这不是勾引是什么？大嫂，您都说了，我为人母亲，我一个做母亲的来到儿子的住处，这应当不算逾矩吧？毕竟您一个做大伯母的，也经常来侄儿的房里，不是吗？行了行了，就是一场闹剧，也不怕传出去被人笑话。但婉宁有句话说得对，你一个做大伯母的，还是少往侄子的住处跑。你看看石远都被你教成什么样子了。可那些书信的确是宋婉宁写给石远的，他之前痴缠过世子，又在此时与世子共处一室，难免不会让人多想。我也是怕影响了咱们侯府还有侯爷的声誉嘛。大嫂，我的声誉，侯府的声誉，是我跟大哥还有先祖们在战场厮杀得来的，岂能压在一个女眷的身上？婉宁已经嫁给我，成为我的妻子，她写给世子的书信自然也就不作数了。东岳，奴婢在。将那些书信收起来，都烧了。是。没想到裴仙又一次帮了我。
前几日我便和世子说过，不能不敬长辈。今日看来他还是没有长够记性。来人，将世子带下去，再打10杖。不，石远，以后若让本侯在府中听到任何有关夫人和世子的传言，本侯绝不轻饶。是。母亲，夫人，既然事情已经解决，那我便继续去上朝了。母亲，婉宁刚来侯府，诸事皆不习惯，还望母亲多加照看这些。行了，知道了，不会亏待你媳妇儿的。真是的，这娶妻啊，人都变得啰嗦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养了个闺女呢。快去吧。那孩儿就先走了。你也快回去吧，不然你家侯爷又要说我没有看顾好你。是，母亲。夫人，我觉得像侯爷这样的姑爷真是太好了，比那个表面风光、内心黑的可以穿肚长的裴世子好100倍，不，1000倍。你之前不是还嫌弃侯爷年纪太老吗？哎呀，那是之前嘛。不过现在看来，侯爷不仅长得好，人品也好，还对夫人您多有尊重。哦，对了，我听元宝大人说，侯爷今日本来都已经到宫门口了，听闻此事，立刻将2刻钟的路赶成了1分钟就回来的了，就是为了给夫人您撑腰呢。侯爷是特意赶回来的。是啊，我觉得像侯爷这样的好夫君，怕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第2个。就是年纪确实大了点儿，希望侯爷能身体康健，以后不要留夫人一个人才好。若是裴宪能活得长久一些，或许我确实与他可能。哎，等等，苏婉宁，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？还有啊，夫人你不知道，我刚刚去烧信纸的时候，老远就听见了裴公子的惨叫，听着可疼了。你呀你，夫人，您在看什么呢？我在想，重阳诗会就要到了。哎呀，你就不能轻点儿？下去。是。母亲，不报今日之仇，我死不瞑目。宋婉宁死，我要宋婉宁死！儿啊，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先前也就罢了，可是现下宋婉宁还不能死。母亲为何这样说？宋婉宁那个贱人，我现在真是看一眼都觉得恶心。你看看这个，太子要举办重阳诗会。是啊，以往各世家举办的诗会，可都是由宋婉宁那个贱婢替你写的诗。重阳诗会是由太子牵头，我们可不能放过这次的机会。的确，太子是储君，是未来的天子。我若是能在太子牵头的诗会上拔得头筹，定能得到他的青睐。到时候我儿成了定远侯，再加上太子的提拔，必然会青云直上。可宋婉宁那个贱人，今日对我如此态度，我儿不必担心，这不过是宋婉宁心有不甘罢了。你大婚之日逃婚，她心中肯定是有怨言的，说不定是因爱生恨。这次她已经解了气，接下来你只需要稍微对态度缓和些，她绝对又会忍不住过来痴缠你。也对，像我这般玉树临风、风度翩翩的青年才俊，哪个女人看了会不动心？估计只要我稍微勾勾手指头，宋婉宁那个贱人就又会像狗一样的爬过来舔我的脚。唉，就是可怜了雪儿。一时的可怜算什么？等你平步青云，那不是想娶谁就娶谁，一个女人而已。我儿到时候就算是想娶公主贵女，都是娶得起的。母亲说的有理，宋婉，等着继续做我的狗吧。还未操作完吗？小心！
花落忘记，花开富贵尽，思念如潮水，翩翩起舞心。侯爷，不必多礼。哦，快抄完了，还差8篇就抄写完了。夫人倒写的一手好字。谢夫君夸奖。我来帮你抄。这怎么能行？这怎么不行？反正夫人写完之后也是要让我来看的。那这不是作弊了？若是给旁人看，自然算的；若是给我看的，那便不是。那我与侯爷一道抄写。就说你不要进去吧，你看看，差点打扰了侯爷和夫人。我不知道嘛，谁知道侯爷突然回来。吃吧，陈丫头。谢谢元宝大人。夫人，老夫人对你可真好，您每次去请安都给您赏赐好多东西。夫人请留步。你想干什么？侯爷现下可是在府中的，就算不在府中，老夫人也是在的。你别想欺负我们夫人。这个小贱蹄子！乔东岳姑娘说的，我们怎么会欺负夫人呢？那你们来干什么？是世子让我们来向夫人赔礼道歉的，夫人可否借一步说话？夫人，你看看，这些都是我们世子特意为你挑选的礼物。裴世子这是何意？夫人，不，婉宁姑娘，我们世子真心实意来向您赔礼道歉的。哦，那请问世子犯了什么错呢？我们世子说他不该大婚之日撇下您一个人，让您受尽了委屈。还有呢？也不该用那样的言语羞辱姑娘。还有呢？还有，不该随意造谣，损害姑娘名誉。原来世子都知道啊。那他既然已知错，为何不亲自前来向我认错，反而是遣你来？这也太过没有诚意了吧。这个宋婉宁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，居然想让我们世子亲自前来，真是白日做梦。姑娘，你也知道的，昨日我们世子受了杖刑，实在是无法起身，否则定然会亲自前来向您赔礼道歉。经过昨日的教训，咱们世子也想明白，姑娘才是个好的。此番命我过来，就是想与姑娘重修于好。重修于好？我听说太子殿下即将要举办重阳诗会，世子这般向我示好，该不会是想让我在重阳诗会上替他写诗？你怎么知道？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还是咱们世子的心意。哦，对了，姑娘，这是大夫人另给的500两银票，也是向姑娘赔礼道歉的，还望姑娘原谅。想让我原谅他们也可以，但是凭这些礼物和这区区的500两，也太没有诚意了。你回去转告大夫人和世子，今晚之前送过来1万两，我就答应原谅他们。1万两？你怎么不去？哦，那我不原谅他们就是。至于重阳诗会，还是请世子另请高明吧。姑娘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这就向夫人还有世子禀告。等等，裴世子的伤真的这么严重？
裴世子的伤真的这么严重？奴婢就知道，姑娘的心里还是有我们世子的。世子要是听到您说这句话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那就祝愿世子的伤早日好些。可一定要好得快一些，不然怎么参加重阳诗会呢？你说多少？1万两！宋婉宁那个贱人，敢跟我要1万两，她配吗？哎，儿啊，要是和你的仕途相比，这1万两又能算得了什么？哎，除了这1万两，他还想要什么？别的倒……哦，他还特意问了世子的伤势，说希望世子的伤好得快些呢。真是这样说的？千真万确。奴婢想着宋婉宁必是还爱慕着世子，我就知道，只要我儿稍微对他和缓一些态度，他就巴巴的舔上来。我真是高看他了。宋婉宁果然还是那个不知廉耻的宋婉宁。快来给世子上药！儿啊，这药你忍着点儿，这是母亲为你专门求来的宫廷秘药，是疼了点，但定然能让你在重阳诗会之前养好伤。我儿必定能在重阳诗会上大放异彩，一举获得太子青睐。危险！宋婉宁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夫人，您怎么真收下了这些东西？您莫不是心里还挂念着裴世子，想与他重修于好吧？东月，你知道如何能让一个人更惨些吗？如何？那必然是先将他高高的捧起，再看他狠狠的摔下来。现下是在太子的府内，不太好引人注目，就先委屈婉宁姑娘在此处了。等太子殿下出了题目，我自会为姑娘送来。果然还是如此。前世裴时远也是命人将我安排在了这里替他写诗，只不过前世是我主动提议，而这世是他将我请来的。9日龙山饮，黄花笑逐城，99重阳，正是登高吟诗之时。往日里的诗会都是孤以某字为题，与诸位作诗共赏，选出魁首。这次的诗会，孤有了一个新的玩法。来人，呈上来。这是孤从南阳使者里得到的一首诗，想与诸位一同赏鉴。不知哪一位能看出这上面写的是什么诗？南阳诗，这从未见过。是啊，是啊，这怎么赏鉴？真是天助我也！宋婉宁的祖父曾任鸿胪寺卿，专管外交事务，且正好教过宋婉宁南阳，他必然懂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。殿下，臣愿试上一试。哦，裴世子竟如此博学，还懂南阳语。臣不才，刚好有幸学过一些。既然如此，那裴世子便试试吧。来人，赐笔墨。我又不识得这南阳语，这可怎么记得住？婉宁姑娘，你快帮帮我们世子！太子殿下出了何题？太子殿下出的是一首南阳诗，让人来赏鉴。我虽不会写南阳语，但可以为姑娘画下来。这南阳语属实难记，我也只记得这些。姑娘可能看出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吗？翠柳姐姐不必担心，我知道这首诗写的是什么了。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怎地只有这几句？而且这好像不是南阳诗。这当然不是南阳诗，但这些南阳语写的就是这首诗。婉宁姑娘莫不是想诓我们世子吧？怎么，翠柳姐姐是信不过我？我祖父曾任鸿胪司卿，是学过这南阳语的。想来世子也是因为知道这缘故，所以才应了太子殿下。若是你不信，便自己写一份交给世子吧。
谅他也不敢诓骗世子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怎么会是一首古诗？这个宋婉宁该不会是耍我吧？裴世子还没有写好吗？算了，先写上吧。要是宋婉宁敢让我在太子殿下面前丢脸，我一定会让他生不如死。殿下，臣写好了。太子殿下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南洋诗，而是用南洋语写的古诗。哈哈哈哈哈！裴世子果然是英年才俊，博学多识。你说的没错，这的确只是用南洋语写的一首古诗。来人，赏！多谢太子殿下。这个宋婉宁还真是有点用处。给诸位爱卿看看。是。太子殿下，这不公平！在场的只有裴世子一人懂得这南洋文，我等是无论如何也比不过他呀。陈公子说的也有理，不过这也只是姑的一时兴起，想寻个乐子罢了。也罢，姑再出一道上联，与诸位对上一对。太子殿下写的上联：一夜五更，半夜二更有半。婉宁姑娘，这次殿下出的是一道对子，上联是一夜五更，半夜二更有半。三秋九月，中秋八月之中，哈哈哈！孤以为裴世子对的这副下联最佳，看来今日的魁首非裴世子莫属。诸位觉得如何？太子殿下，我等还是不服，请太子殿下再出一道。那好，孤就再出一道。太子殿下的上联是“地满红花红满地”。天连碧水碧连天。太子殿下，我等还是不服，请太子殿下再出一题。树红树碧高低有。烟淡烟浓远近秋。山山水水，处处明明秀秀。晴晴雨雨，时时好好凄凄。重重叠叠山，曲曲环环路。叮叮咚咚泉，高高下下树。前世我便已经帮裴诗远答过这些题，并且接得了魁首，想必裴诗远心中定是得意非常吧。裴世子已连答5道，皆为魁首。诸位，可还有什么话说？太子殿下，此次诗会，我等比不过与裴世子对对字，难不成还比不过写诗吗？殿下，请您出题，让我等与裴世子比试比试写诗吧。裴世子，你可还有信心再得魁首？回太子殿下，臣自然是有的。今日你们谁也别想抢我的风头。好，那诸位便以花为题，写诗来比吧。这次要还是裴世子拿了魁首，诸位可不能再有异议了。是。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裴诗远，你一个连国子监都考不进去的草包，
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这根本不是我写的诗吧？太子殿下，臣写好了。哦，快呈。不用，裴世子便直接读吧，也让在座诸位且先欣赏欣赏。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他们定然是被我的文采所折服，才露出如此表情。太子殿下，臣读完了，这就是臣写的诗。裴世子，姑问你，这首诗真的是你写的？太子殿下竟然如此郑重的询问，看来这首诗果然引起了太子殿下的赏识。回殿下，这首诗的确是臣绞尽脑汁亲自写的。放肆！裴诗远，居然敢戏弄姑！太子殿下何出此言？臣怎敢戏弄殿下？裴世子，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？这首诗是唐代崔护的诗，怎么可能是你写的诗？是啊，裴世子，你要是真博学，怎么可能没有读过这首诗？该不会刚刚的那些对子，还有那首南阳诗，是裴世子作弊得来的吧？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臣，方才那些对子，还有南阳诗，到底是不是你写的？这个该死的宋婉宁竟然敢如此坑害我！是臣写的。哼，那好，来人，再拿一份南阳诗给世子辨识。姑倒要看看世子是不是真懂这南阳语。裴世子，请吧。那我现在去把它写出来。不用写，你既然懂，便是读也能读出来。是啊，裴世子，赶紧读出来吧。这上面写的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都怪那个该死的宋婉宁。等回去之后，我一定会让他生不如死。裴世子，这上面写的是什么？这上面写的是。殿下，我知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。大胆！你是何人？参见太子殿下，妾身是定远侯府宋婉宁。你是那个大婚之日被裴世子抛弃，当场改嫁定远侯的永昌伯嫡女宋婉宁？正是妾身。你说你识得这南阳语？是，我祖父曾任弘福寺卿，教过妾身南阳语。回太子殿下，这上面写的也是一首古诗，写的是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，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不错，你的确懂南阳语，但你既然是定远侯的夫人，又为何在此处？回太子殿下，妾身是被裴世子威胁过来，世子写的那些对子和诗，都是威胁妾身替他所作。宋婉宁，你血口喷人！太子殿下若是不信妾身，可以命人在裴世子的身上搜抽一番，他身上定然还有我写给他的纸条。来人，搜身！太子殿下，您别信这个贱人，他是在说谎，是在污蔑臣。放肆！裴时远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没有话说，殿下，根本不是臣威胁他来的，都是他不知廉耻，爱慕于我，主动要求来的，也是他提议要把我作弊欺骗殿下的。殿下，臣是受他蛊惑才做了错事，臣母亲的婢女翠柳可以作证。太子殿下，世子说的对，都是他宋婉宁蛊惑的我们世子。太子殿下，妾身虽然曾爱慕过裴世子，可经裴世子逃婚一事后，早已醒悟，只想安安分分做好定远侯夫人。谁料裴世子前些日突然找到妾身，扬言说我若不帮他获得癸水，便将妾身曾赠予他的东西传于民间，让妾身身败名裂。宋婉宁是在造谣重伤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？太子殿下请看，这是之前裴世子在侯府就曾写过的威胁妾身的信，可请这位大人与裴世子方才所写的字迹做对比。回禀太子殿下，这信的确是裴世子所写。太子殿下，
世人皆知女子的名声最重要。上次世子是拿书信威胁，可保不住还有什么鞋袜荷包。妾身虽为世子名义上的母亲，可也只是个刚及笄的女郎，实在是不敢拿自己的名声做赌注，所以才被裴世子威胁欺骗殿下。殿下，这个女人满口谎言，你千万别被她蛊惑。殿下，妾身本不该讲这些内宅之事污了圣听，但妾身实在是别无他法。纵然母亲与侯爷都愿意相信妾身，可也经不住世子一而再再而三的威胁与陷害，求殿下明察，为妾身做主。2年后，太子便会继位。裴时远，你的青云路就断在这儿了。裴时远，你好大的胆！你欺君罔上，还造谣女眷名声，实在是罪恶之极。来人，拉下去，杖刑30。杖刑？我不要杖刑！太子殿下，臣错了，臣知道错了。宋婉宁，你虽然未曾有大错，可你明知裴世子作弊欺骗姑，却不出来早早指认，便是情有可原。姑也得罚你10下鞭刑作为惩戒。你可有异议？妾身并无异议。谨遵。报禀殿下，定远侯求见。宣。臣参见太子殿下。殿下，臣已听说了在诗会上所发生的事，是臣教子无方，这鞭刑该由臣来替夫人审。侯爷，殿下不可。这件事是婉宁自作主张，侯爷从不知情，该由婉宁自己来领罚才是。我是你的夫君，断没有一个丈夫看着自己的妻子受刑而无动于衷的道理。太子殿下，臣的夫人年纪尚小，臣实在不愿她受苦，请太子殿下成全。定远侯果真是大丈夫，那就由定远侯代其受果吧。谢太子殿下。侯爷得罪了。侯爷，无妨，继续吧。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？酒，吃。侯爷，您怎么样？夫人不必担心，不过是10鞭而已，我受得住。那太子殿下，臣便带着卓金告退了。夫人，我们回家。母亲，裴宪到底什么时候死？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当上侯爷？还有那个该死的宋婉宁，害我得罪了太子，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。快了，快了！宋雪儿不是说了吗？她给我们的那种药是慢性毒药，要想不被人发现，就得慢慢的让裴宪喝下去才行。也得亏老天帮忙，裴宪在救了皇上之后，就落下了隐疾，需要每日喝药。也幸亏有个对我夫君忠心耿耿的前母，这才让我有了机会下毒。顶多1个月，不，半个月，裴宪必死无疑。到时候我儿成了定远侯，就再也不用受这种委屈了。至于那个宋婉宁，还不是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伤势不算太严重，只需要用这些药膏涂上一些时日便可。多谢大夫。那在下就告辞了。幸亏老夫人今日早早的离了侯府，去城外的山上礼佛，不然看到侯爷您这样子，肯定要心疼了。母亲礼佛一向要数日之久，甚至2、3月也是有可能的。等她回来的时候，我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，不告知她便是。那属下为侯爷上药。让我来吧。让我来吧。夫人，我来给侯爷上药吧。那我去看看侯爷平日喝的药熬好了没有。原来未曾注意到这小姑娘竟长得如此楚楚。侯爷，好了。侯爷怎么这样看着我？哦，没什么，多谢夫人。侯爷，今日一事是婉宁连累了侯爷。若不是石远做的太过，你也不必出此下策。我没有放在心上，你也不必放在心上。多谢侯爷。只是我有一事不明。侯爷请讲。
你遇到为难之时，可以想到寻求母亲、寻求太子的相助，为何想不到来寻我？侯爷公务繁忙，婉宁怎好事事劳烦侯爷？说谎，你不是不愿，而是不敢。宋婉宁，你到底在害怕我什么？我在害怕什么？前世我轻信枕边人，落得那样万劫不复的下场。这一世我又怎敢随意将自己的安危交到另一个男人手中？侯爷，我……宋婉宁，我不管你是如何想的，但你记着，我是你的夫君，你不是孤身一人，你可以来依靠我。侯爷，您的药好了。拿进来吧。星等，这个药的味道是……侯爷，这药不能喝。夫人是觉得我的药有什么问题吗？侯爷，您喝这副药喝了多久了？自2年前，侯爷为救天子受伤后，就一直服此药。中间太医院的人也曾调整过药方，但一直并未见有什么不妥之处。夫人可是发现了什么？侯爷可知我母亲是因何离世？我记得永昌伯夫人是因生了重病才……错了，那只是市井传言。我母亲并非是因病，而是因为中了毒。中毒？是。而侯爷所喝的药中有一抹很特殊的味道，与我母亲中的那种毒药的味道一模一样。夫人，可这药闻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啊！而且，太医院的人怎么会把毒药写进药方里？这毒的确不易察觉，但我天生嗅觉就比常人要灵敏一些。况且这毒害死我母亲，我到死都不会忘记这个味道。若是药方不曾有错，那便是药材出了问题。这药从熬制开始，除了你，可还有人接触过？负责熬药的人是侯爷兄长曾经身边的钱嬷嬷，除此之外，便再也未曾有人可以近身了。但我与兄长素来亲厚，钱嬷嬷又是兄长极为亲近之人，断然不可能害我。那又是受到王氏的挑唆。侯爷，婉宁并不是想污蔑谁，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若是真如夫人所说，那侯爷岂不是日日在喝毒药？夫人，您既然识得这种毒，可否有解药？有。当年我和东岳好不容易拿到这副解毒药方，想给我母亲服下，但终究还是迟了一步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母亲，您别吓我，您再等等，东岳马上就把解药拿回来了。母亲，您别吓我。来不及了。来得及，只要您吃下解药，就一定来得及的。婉宁，我死后，你要答应我一件事，不要去报仇，答应我。母亲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婉宁，我的女儿，你要好好活下去。母亲！夫人，自那日起，我便将这副方子一直妥帖地带在身边。若侯爷信得过我，不若接下来换我的药方试试如何？好，就依夫人所言。元宝，你派人盯着钱嬷嬷。是。夫人，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将毒加重了几分剂量，想必要不了多久，裴献九会毒发身亡了。辛苦钱嬷嬷了，这些是我们夫人的一点心意。夫人不必如此，老奴是心甘情愿要做这件事的。大爷是我的奶儿子，说句大逆不道的话，我是真心将大爷当亲儿子疼的。大爷虽是庶出，妻妻才貌皆不逊于裴献，凭什么大爷就要战死沙场？那裴献却活得好好的，这定远侯就该是大爷来当才对。钱嬷嬷您的忠心，我和大爷都是知晓的。等石远当上了定远侯，我一定会派人好好侍奉您，给您养老。多谢夫人。侯爷，那个钱嬷嬷果然有问题，
暗卫亲眼见到他在侯爷的药中下了东西，并且还进了大夫人的房间。您看，这个是暗卫在他走后捡到的。我看看。哎，小心沾染了上面残余的毒粉。侯爷不必担心，这点剂量等同于无，不会有什么事情的。还是小心些为好。味道没错，是同一种毒。既然我母亲和侯爷中的是同一种毒，而下毒的钱嬷嬷又与大夫人有联系，能同时和定远侯府和永昌伯府有联系的，那就只有宋雪儿了。那这样说来，夫人母亲的死是不是也和宋雪儿脱不了干系？若我猜的没错，应当不只是宋雪儿，这里面还有林姨娘，甚至我父亲的手笔，他们一起害死了我母亲。所以母亲在临死前才要我答应，不查惩，不报仇，也是怕我也受到他们迫害。没想到永昌伯竟然是如此宠妾灭妻之人。侯爷，我现在就去把钱嬷嬷抓起来审问。不行，这样做会打草惊蛇。要是钱嬷嬷咬死了要一人承担怎么办？他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想让侯爷中毒而亡，好让裴时远继承侯爷的爵位。侯爷，不若我们将计就计。快来人啊！侯爷吐血昏迷了！老夫人现在不在家，快去把这件事告诉大夫人和世子。是。你说真的？那个元宝真这么说？是的，夫人。既然是裴县身边的元宝所说，那就一定是真的。把这个消息赶紧也告诉世子，让他同我一起去见侯爷。是。奴婢恭喜夫人，即将得偿所愿。大夫，侯爷如何了？侯爷病入膏肓，刚刚已经……难道说裴县已经死了？儿啊，快，我们快进去！侯爷，你怎么狠心丢下婉宁一个人就这么走了？是啊，侯爷，要是让老夫人回来看到了，她老人家可怎么受得住啊，侯爷！太好了，裴县真的死了。宋婉宁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啊，我父亲之前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？大夫人，世子，这不怪夫人。侯爷前几日便不大好了，寻了大夫来瞧，却都看不出问题。谁知刚刚突然吐血昏迷，等大夫到的时候，侯爷已经没气了。真是老天保佑，我儿要做定远侯了。那也不可能如此突然，我看是有人谋害侯爷才对。对，父亲肯定是被人谋害的。大嫂和世子看着我做什么？你们该不会是想说是我谋害了侯爷？对，就是你！你没有嫁进来之前，我父亲活得好好的，结果你嫁进来没多久，我父亲就变成这样了。不是你谋害的，还有谁？世子，凡事可要讲求证据。照你这样武力，我也能说是你谋害的侯爷。宋婉，那里面躺着的可是我父亲，我为什么要谋害我的父亲？那我为什么要谋害我夫君？况且，我可是有你们谋害侯爷的证据。钟月，这个是我昨天在茶水房捡到的，而且我还看到钱嬷嬷往侯爷的喝的药里放了东西。钱嬷嬷昨日就被关起来了，并且她已经招了，就是你们指使的她害的侯爷。宋婉宁，你以为凭这些就能诬陷我和世子了吗？即使钱嬷嬷招了又怎么样？她不过是一个下人，有谁会相信她的一面之词？那么宋雪儿呢？宋婉宁，你居然敢这么对我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已经查明，侯爷是因为中毒才身亡的，而这种毒和我母亲当年死前中的毒一模一样。王氏，裴时远，这毒是宋雪儿给你们的吧？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裴县死了！裴县他真的死了！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素雪儿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嬷嬷，裴县死了，世子就要做定远侯了，您就要做这侯府最尊贵的女人了。
而我也马上就可以嫁给石远哥哥，做他的侯夫人了。那我们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母亲，我觉得雪儿说的对，既然事情都已经这样，那就没必要再做戏。宋婉宁，你说的没错，裴宪的毒的确是我让人下的，这毒也确实是雪儿给的。哦，对了，你怕是还不知道吧？你母亲是因为中毒才死的，而且这毒也是我给的。不光如此，就连父亲也盼着她死，好还给我娘呢。你们这样做，就不怕我们夫人去告官吗？告官？死人怎么告官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不光要裴宪死，也要成全你们去给他陪葬。裴诗远真是好大的口气。张大人，您都听见了吧？本官都听见了，且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宋婉宁，你居然敢算计我们！王氏、裴时远、宋雪儿，你们草菅人命，可治罪！张大人，我可是未来的定远侯，你敢动我？那如果你不是了，裴宪，你没死！裴世子，没想到吧？我们在半月前就已经发现了你们的阴谋，布下了这场局，就等着你们自投罗网的。大嫂，我自认为从未亏待过你和石远，你们为何要这样做？为何？那我也想问问，为何这场死的不是你，偏偏是我的夫君？我就是恨你，我恨不得你早点死了下去，好赔他！侯爷，您看这宋雪儿以及其母其父谋害永昌伯夫人，证据确凿，还要劳烦张大人去永昌伯府一趟。至于他们母子，先行收监起来，我随后处置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还要杀了我不成？你是大哥的妻子，石远是大哥的儿子，我自然不会杀，但我会禀明圣上，废了他的世子之位，将你们送往洛阳老家，严加看管，今生不得返境。把他们带走。被最亲近的人背叛，他心中一定很难过吧？就和我前世知道真相的时候一样。侯爷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，婉宁都会陪着你。好。大夫，侯爷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他刚刚说自己心口突然燥热的慌，而且我摸他的体温也是烫得很，不会是出什么问题了吧？不错不错。大夫，什么不错？您倒是说出来啊！侯爷之前或许是因为中毒，所以一直无法进行房事。我刚刚观其脉象，已然是大好了，可以早日与夫人圆房了。大夫，您这也说得太粗俗了。哎，这是好事儿，有什么粗俗不粗俗的？我看今晚就可以让侯爷和夫人试试，保证明天就可以药到病除。既然开了方子，那老夫就走了。那我去送送大夫。我也去。我还是去书房睡吧。等一下，夫君不若留下来吧。大夫不是说夫君已然大好了吗？婉宁，我……难道说侯爷不愿意？那就劳烦夫人要忍着些了。你说侯爷和夫人到底圆房没有？你一个小姑娘家的，说这个做什么？也不害臊？这有什么害臊的？我以后呀也会跟人圆房的。今晚的月亮真好啊！是啊，真好。隆庆24年12月，永昌伯府林姨娘宋雪儿谋害永昌伯夫人封氏，证据确凿，押入大牢。永昌伯宠妾灭妻，助纣为虐，夺其爵位，流放宁古塔。次年12月，定远侯夫人宋婉宁生下龙凤双胎，此后与定远侯裴宪终老一生。